各位智慧康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近几年来非常关键、非常实际的好消息。这不仅仅是一条资讯，更关系到每位退休朋友每月收入的切实变化。所以，请大家坐稳，将视频完整看完，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您每月领取的年金数额。在开始之前，阿雅还是要像家人一样叮嘱两句贴心话。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请现在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完成订阅。更重要的是，请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的福利政策、生活提示或重要消息，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不会错过。也恳请大家为今天的内容点赞，并转发分享给老同事、老邻居和朋友们。这样重要的好消息，我们要一起知晓，共同关心，让身边每位关注养老金的朋友都能了解这份关乎切身权益的重要信息。好了，贴心话说完，我知道大家都等急了，咱们直接进入正题。算完这笔账，必须强调几个要特别注意的重要时间点和细节。大家不要以为2026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账户里的钱就会变多，不是这样的。劳保局有自己一套严谨的行政流程，每年的物价指数要等到第二年，也就是2026年的3、4月份，才能由主计总处把全年最终最准确的数据完全统计出来。所以劳保局通常会在2026年的5月份正式发布官方公告，清楚告诉大家今年是哪几个年份要调整，具体的调整百分比是多少，这才是最权威的消息来源。公告发布之后，钱什么时候到账呢？别急，会在接下来的6月份，这笔调整后的钱才会正式一分不少的汇到大家领取年金的账户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必须告诉大家，明年6月份你去刷存折或者看账户流水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现有2笔钱入账，一笔是你原来一直领的那个数目，比如2万元，另一笔则是多出来的调整金额，比如1500元。请大家不要感到意外，不要以为是银行出了问题，或者怀疑是异常情况。这是因为在调整实施的第1个月，劳保局的财务系统为了让大家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个月多了1500，会采用分开列账的方式。到了7月份，系统就会自动把这2笔钱合并成一笔，一次性会给你21500元。所以6月份看到2笔钱是正常的行政作业。咱们心里有数，就不用白白担心，更不用打电话去劳保局询问，把线路留给真正需要的人。一讲到钱，尤其是这种涉及面广的调整消息，就必须严肃郑重地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大家积累资金不容易，年金更是晚年的重要保障。一些不法人员可能会利用各种精心设计的说辞，试图进行不当行为。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明年上半年，尤其是5月份公告发布前后，各种可疑电话信息可能会增多。他们可能会冒充劳保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你，王伯伯您好，我们是劳保局客服，因为您的年金明年要上调 7.5%， 系统需要更新，麻烦您提供一下您的银行账户密码，我们为您办理激活。他们也可能发信息，里面带一个链接，说点击链接填写资料即可优先领取调整差额，甚至可能骗你去 ATM 机，说需要按照指示操作才能开通调整功能。在这里要向所有智慧康行的朋友们提醒，这些都是不实信息，全是假的。劳保年金的整个调整和发放过程是全自动化的系统作业，劳保局的系统里早就存好了所有请领人的档案、账户和计算规则，时间一到，系统自动计算、自动拨付、自动汇到您使用了多年的那个账户里，从头到尾不需要您提供任何密码，不需要您点击任何链接，更不需要您去 ATM 机进行任何操作。劳保局绝对不会通过电话、信息向您索要个人密码和账户信息。如果您接到任何可疑的电话或信息，记住，得一，立刻挂断电话，不要理会信息。第二，有任何不确定，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求证。大家辛苦积累的保障资金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次调整，一次次的计算、解释，是因为它不仅仅关乎收入，更关乎一种制度的公平和合理。物价变动是客观存在的，它无形中影响了我们资金的购买力。而劳保年金这种与物价指数挂钩的调整机制，就像一种及时的调节，定期帮我们把受影响的购买力进行补偿。虽然2025年我们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物价变动压力，但2026年的这次调整可以看作是一次合理的补偿。它告诉我们，大家曾经的缴纳和贡献，社会是记得的，规定是予以保护的，这让我们的晚年多了一份踏实，少了一份不安。现在，请大家一起做一件很简单但很有用的事，找出您的劳保存折，或者让家人帮忙，到劳保局的官方网站查询一下，确认您自己到底是哪一年、哪一个月开始领取年金的。如果您是前面提到的2011年、2012年、2016年、2017年、2018年或者2022年这6个年份开始领取的，
那么恭喜您，您现在就可以把这份喜悦和家人分享。您可以拍拍家人的手说，明年咱们的安排可以更从容些了。如果您身边有一起开始领取年金的老同事、老朋友，也请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好消息要共享，更重要的是，大家可以互相提醒，共同注意安全，保护好我们的资金。始终觉得退休生活过的就是一种安稳和底气。我们忙碌一辈子，到了晚年，求的就是一个心安，日子稳，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在物价变动明显的时候启动调整机制。这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补偿，更是对我们过往劳动价值的一份尊重和确认。那个 7.5% 的数字，它不是冰冷的百分比，它代表的是每个月多出来的一些安排，是让我们在面对生活时更有底气的支撑，是让咱们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的保障。根据官方最新的试算和预测，2026年，也就是明年，我们的劳保年金将迎来一次幅度较大、多年未见的调整。目前的预测数据在 7% 到 7.5% 之间，最高调整幅度可能达到 7.5%。这不是随意传闻，而是基于主计总处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经过专业计算得出的方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次调整基本是可以确定的。这对于依靠固定退休金生活的朋友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实实在在的收入增加。回顾最近这2年，相信屏幕前的您一定深有体会。走进菜市场，感受最为明显。以前100元可以买到一条鱼、一把青菜，再加点豆腐，心里清清楚楚。现在呢，可能买2样像样点的菜，100元就轻松花出去了。猪肉价格上去后就没怎么下来，鸡蛋价格也让人关注，连做菜必须的葱姜蒜等配料价格也让人留意。这只是吃这一方面，再看家里的电费单、水费单，数字是不是比以往更明显了？出门不管是开车、加油还是使用公共交通，哪一样不再调整？这种全面的物价变动，就像无形中影响了我们每月固定退休金的购买力。钱还是那些钱，但能换来的东西却变少了。这种感受，阿雅非常理解。所以很多朋友都在问，物价明明有变动，为什么2025年我们的年金没有调整？心里有疑问，觉得不平衡，这是很自然的感受。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等待是有意义的，而且回报马上就要来了。去年没有调整，并不是被遗忘，而是因为一套严谨的、明确规定的机制，时间尚未满足。这套机制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规定，它不是看某一年变动多少，而是从您开始领取年金的那一年作为起点，往后每年物价变动的幅度逐步累加计算总和。虽然2024年、2025年物价都有变动，相当于一直在往杯子里加水，但对于很多开始领取年金的年份来说，到2025年年底计算，可能才到 4.8%、4.9%， 就差那么一点，还没有超过 5% 的规定基准线。所以即使再想为大家调整，在规定程序上也暂时无法执行。但是到了2026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要把2025年整整1年的物价变动数据全部加入计算，这就像是给已经快满的杯子再稳稳地加上最后一部分水。就这一下，好几个年份开始领取年金的朋友，他们的累计涨幅之杯不仅会满，还会超过基准，直接达到 7%、7.5% 的高度。所以明年的调整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规定明确的调整时刻终于到来。它要把过去几年因物价变动而影响的购买力一次性的补偿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到底谁能领到这笔钱？是不是所有领取年金的人都能调整 7.5%？ 这里要清清楚楚的说明范围。劳保局的调整是以您开始请领年金的那一年作为分组依据的。根据目前最可靠的试算，下面这几个年份开始领取年金的朋友，你们就是2026年的主要受益群体，一定要仔细听好。第一群是资历较深的2011年和2012年开始领取年金的朋友，你们开始领取时间早，经历完整周期后，在新的累计循环里，基数已经累积了一段时间，而恰恰是这几年物价变动较为明显，所以你们累计的数值已经达到较高点。如果你是这2个年份开始领取的朋友，要第一个恭喜你，明年你的调整幅度很有可能就是最高的 7.5%， 是这次调整中受益较为明显的一批。第二群是人数较多的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开始领取年金的朋友，这3年开始领取的朋友非常多，是现在领取年金队伍中的重要部分。你们开始领取的时候，物价相对平稳，起点不算高，但关键在于你们开始领取后遇到了最近的物价变动，相当于在你们累积的杯子里加入了较多的水，所以到2026年累计计算，你们这3个年份的涨幅数据是会超过 5% 的规定基准的。你们不是旁观者，你们是这次收入增加的主要受益人群，值得好好期待。
除了上面这两大群体，还有一匹特别的黑马，就是2022年，也就是前2年刚刚开始领取年金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想，我才领取了没2-3年，累积时间这么短，能有我吗？告诉你，还真有可能。因为从2022年开始，物价变动的速度较为明显，导致你们在较短的时间内累计的涨幅上升较快，已经快要接近5%的基准线了。所以2022年开始领取的朋友，你们也有很大的机会被纳入明年调整的名单里。这算是赶上了一次特别的早班车。当然，也要实话实说，如果你是2023年或者2024年才刚开始领取年金的朋友，明年这次调整可能还轮不到，因为你们开始领取的时候，物价本身已经在较高位置，起点高，累积的变动幅度还不够大，杯子里的水还没攒够。但是请千万别灰心，这个累计机制是每年都在进行的，只要物价还有变动，你们的累计数总有一天会达到基准，该给大家调整的1分都不会少，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等待。光说百分比可能还不够直观，现在就带着大家来实际算算账，看看这笔钱落到口袋里究竟是个什么分量，大家心里可以默算，或者拿个计算器出来。比如说你现在每个月领的年金是25000元，咱们取个中间数，假设明年最终确定的调整幅度是 7.2%， 那么25000乘以 0.072 等于多少？是1800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明年调整的那个月开始，你每个月的收入就从25000变成了26800元，一年下来你就多出了21600元。这2万多元能做什么？足够给家里更换一台不错的冰箱，或者支付1整年的物业管理费，还能有不少结余。如果你的年金基数更高，因为以前的投保薪资比较高，现在每个月能领35000元，那么调整 7.5% 的话，就是3500乘以 7.5， 每个月能多领2625元，一年下来足足多了31500元。这笔钱足够老两口进行一次舒适的国内长途旅行，好好玩上一圈，或者作为给孙辈的一笔教育支持，这都是实实在在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补充。好了，最后给大家把今天的重点再梳理一下，大家记在心里就好。第一，2026年劳保年金调整，目前最高看到 7.5%， 这是基于物价累计机制的结果，不是随意传闻。第二，主要受益的是2011年、2012年、2016年、2017年、2018年以及2022年这6个年份开始领取年金的朋友。第三，钱要到明年5月份公告，6月份才会入账，并且第1个月可能会分2笔到账，这是正常情况。第四，整个调整全自动完成，绝对不需要您提供密码、点击链接或操作 ATM， 凡是这么要求的都是不实信息。请大家记住这12个字口诀：查存折、对年份、等公告、防诈骗、保持耐心，安心等待官方通知。调整的年金虽然无法完全抵消物价压力，但每月多出的1-2000元，一年下来也能有1-2万，能让我们的退休生活多一点从容。无论是用于改善饮食、培养爱好，还是与家人共享时光，都是一份实在的支持。退休后，我们更要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情，因为健康才是领取年金最长久、最安稳的本钱。我是阿雅，来自智慧康行频道。我的初衷就是帮助大家在繁杂的信息中筛选出可靠、实用的部分，用听得懂的话讲清楚。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所帮助，恳请您订阅本频道，点亮旁边的小铃铛，并将其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寻找和分享实用资讯的最大动力。大家如果对劳保、健保或其他退休权益还有任何疑问，都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会仔细收集，在未来的内容中为大家逐一解答。让我们互相陪伴，活到老，学到老，一起安稳领到老。祝愿每一位朋友和家人都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明年6月都能顺利收到这份属于您的调整。我们下期再会。